今天继续带大家游览避暑山庄。承德避暑山庄也被称为承德离宫或者热河行宫。从康熙42年，也就是1703年开始大规模修建，历经了清朝的3任皇帝，耗时90年，打造成现在这样规模。昨天拍摄了宫殿区和山景区，今天继续游览湖景区和平原区。坐车游览了山景区之后，我们来到了湖景区这边。避暑山庄苑景区的精华基本在这个湖景区。康熙曾夸耀这里天然风景胜西湖。走遍千山万水，河北最美。我们河北最美。由于这里洲岛错落，湖面被长堤和洲岛分割成很多湖，各湖之间又有桥相通，两岸绿树成荫，因此显得曲折有致，秀丽多姿。准备坐船体验一次乾隆下江南的感觉。有点仿西堤、苏堤。这个船票是70元，这是来游江南来了。这个有点像西湖的断桥吧。这个游船也比较特别，完全是人工撑的。这个湖区的景色集合了南方园林之秀和北方的园林之雄，无论坐船还是徒步都很美。虎子用的是360的全景相机，出来的是这个效果。承德避暑山庄的园林景色还是借助于自然的地势，阴山就水，比较自然。前面这个地方要上岸参观。是金山寺仿照江苏镇江寺建的啊。当时刘晓庆排这个火烧圆明园，扮演这个慈禧勾引旋风，谈情说爱，唱着吟啼小曲，就在这长廊的啊。待会儿咱们顺这个长廊原路上。原路回来之后上码头集合，再坐船去浙江嘉兴南湖岛的烟雨楼，再去小燕子曙光斋啊。从这里下船逛一圈再上船。这个地方如果徒步过来也可以到达。这个仿金山寺的景区叫天宇闲畅，这也是康熙36景之一。当年的火烧圆明园就是在这里取景，你还记得这首歌吗？这个3层木塔名叫上帝阁。这个塔比较高，每一层都有皇帝的御笔，皇帝也是来这里祭天祭地的。一般游客都顺时针绕3圈。这个塔现在不能登塔，只能在外围转一转。这个塔四周有很多地方拍照都挺漂亮的。转塔之后继续上船，这个码头重新上船也要验票，所以也可以在这里多停留一下，拍完照再坐下一班船。拍点倒影吧，倒影还好看一点。和山景区相比，这个湖景区的景色要漂亮多了。现在坐船来到了下一个码头烟雨楼，这个也是坐船的终点，在这里就可以自由活动。这个烟雨楼也是模仿浙江嘉兴的烟雨楼建造的。乾隆曾经6下江南，登上过很多次烟雨楼，特别喜欢烟雨楼，所以回来后就在这里建了烟雨楼。这里后来也拍过电视剧《还珠格格》，上面的烟雨楼也是乾隆题写的，这还挺漂亮。这个烟雨楼也建在一个小岛上，整个的环境非常的优美。围着小岛转一圈，各种园艺、鲜花、植被、古树、建筑都很美，尤其是有非常多的假山石。
假山。这假山是怎么回事吧？爬上这个假山上看一看，很多小孩子也喜欢这里，在这里拍照。和烟雨楼相连的就是避暑山庄里非常重要的如意洲。这个如意洲也是一个小岛，像一个如意的形状。岛上是一组宫殿群，这里曾是康熙皇帝在这里处理政务的地方。其实在避暑山庄有100多个景点，当然最著名的就是康乾72景，其中包括康熙36景和乾隆36景。这里的几个主要建筑都属于康熙36景，尤其是中间这几个建筑分别是水坊延秀、延勋山馆和无数清凉。这个就是延勋山馆，这上面是康熙的题字，夫仇丰泽，意思是让皇帝的恩泽布满全国。这里面也有床铺，办公休息都可以。这个如意洲和烟雨楼其实离景区的大门口并不远，完全可以走进来。可以说湖景区的景点非常多，我们只是简单走了几个。环湖车，接下来我们开始乘坐这个环湖车去平原区。这个平原区的车费是40元，所以整个避暑山庄景区里面的车船费是150元。车来到了第一个停留点，在这里自由参观。在这里主要参观的是文津阁。文津阁南边这块的景色叫曲水荷香，凡是4个字的都属于康熙36景，3个字的属于乾隆36景。这是文津阁的正门没有开，需要绕到后门去。这是文津阁的后门。文津阁是清代著名的藏书楼，这叫藏景。先来个假山，感觉这里面到处都是假山。假山之后，果然四库全书。文津阁3个字儿，肯定是属于乾隆36景。这里还有个碑亭，是乾隆的御笔题写的。乾隆的御笔。文津阁的北面有一片假山池塘，非常漂亮。这一大片假山还真不错。还遇到了这里的工作人员，做了简单的讲解。是吧？但这片还蛮大的。对，这个体量不小。那上面的亭子是做什么的？后来的哈。嗯。存四库全书的是吗？最初是。啊，后来呢？后来被移走了。但是现在就是一个陈列展示。那还一条啊！啊，好大。这个院真的挺好的。对呀。那棵树是什么时间倒的呀？去年。哦，刚倒的哈。去年底下把不住了。这景色还是不错的。没想到文津阁这周边这么漂亮，旁边都是小河和大草原，这片草原也非常的绿。这片草原是皇帝举行赛马活动的场地。是马代，乾隆36景之21。看这片大草坪，就是骑马的地方。试马代这3个字，在这里选良，就是骑马测试选良驹的地方。文津阁结束，离开文津阁，前往下一个景点。绿草如茵。这个平原区要来，最好也是坐车，走起来还是有点累的。前面到达了避暑山庄里一个很高的塔，这里是永佑寺。这是避暑山庄里规模最大的一个园林寺庙建筑。永佑就是永远保佑的意思。这个塔是仿照南京的报恩寺塔和
杭州的六合塔，造型还是非常漂亮的。游览完永佑寺，前往下一个景点。这里是热河泉，看看这条小河。这个热河泉位于山庄湖区的东北方向，是山庄湖泊的主要水源。清澈的泉水从地下涌出。这条热河全长只有几百米，是中国最短的河流。冬天这里的水温是8度，不结冰，所以叫热河。连避暑山庄都被称为热河行宫，可见这个热河名气多大。说热河泉有大名嘛，泉水荡漾碧波清，先建行宫后建省，只因宝地能化冰。这个叫热河，没有刀兵之祸，不动兵。感觉热河泉周边的亭台楼阁建筑都非常漂亮。到这周边转一转，桥的两边小桥流水，荷花。在这里仿佛人在画中游。我们也在桥上打个卡，拍个照。这个避暑山庄的修建历经了康雍乾3代帝王，历时将近90年，可以说是举全国之力建造而成。好在最后呈现在世人面前的避暑山庄真的是精巧绝伦。虎子对这个玉瓜圃非常感兴趣，玉瓜园和身着古装的一位妇人攀谈。我们还在这里吃了一个西瓜，25块钱一个的小西瓜，猜一猜甜不甜？平原区景区车的终点并不在景区的出口，之境云地。最后出口的几百米的行程正好可以走一走，好好欣赏一下。如果今天的天气能再好一点，蓝天白云，拍出来就更漂亮了。不过阴天也有阴天的好处，就是没有那么热。桥墩是侧水位的。逛了大半天，连中午饭都没有吃。出了避暑山庄的大门，马上找了一家餐馆吃起来。这是大青花饺子馆，一份虾水饺。白色的是猪野菜，这是荞麦面的酸菜牛杂。哦，这都不常见的馅儿哈。西红柿馅儿的，什么馅儿？野菜的吗？好吃不过饺子。我确实爱吃饺子。